瞬间袭来的黑暗让我猝不及防，我侧过头，用余光瞟了瞟来时的路，微弱的光亮离我大概5-60米左右。我回过身，继续看了看眼前的黑暗。现在的我并不敢轻举妄动，黑暗中有什么我根本不清楚。我尽量屏住呼吸，认真听着黑暗中的动静。如果我刚刚没有看错，走廊的尽头竟然出现了一只白色的小狗，那是实体吗？实体怎么和真实的小狗长得一模一样？突然从黑暗中传来的狗叫声印证了我刚才的确没有看错。我瞬间松了一口气，看来的确是一只小狗，那就没什么可怕的了。不管是猫还是狗，只要不是实体，就算这里漆黑一片，我也没有什么危险。我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身体，回过头，慢慢的往来时的光亮处走去。这突如其来的吼叫声和狗的惨叫声让我毛骨悚然，我整个人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我想都没想，拔腿就跑。身后的低口声也开始向我靠近。手无寸铁的我，在这漆黑的环境中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实体，都只有死路一条。我拼尽全力跑着，好在离出口的距离不是很远。就在我要跑出去的时候，脚下一痛，我被绊倒了。他娘的，恐怖片的经典桥段竟然落在了我自己的身上。此时我只感觉双腿发软，根本站都站不起来。我翻过身，紧盯着眼前的黑暗，不管出现什么，只能硬着头皮拼了。就在我做好与未知生物决一死战的时候，灯亮了。突然的光亮让我什么都看不清，只觉得有东西在舔我的脸。我迅速揉揉眼睛，逐渐恢复了视觉，而映入我眼帘的却是……我看着眼前的小白狗，它似乎并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。那刚才的吼叫声和狗的惨叫声是怎么回事啊？再一个，这狗它怎么还能出现在后室中呢？难道这狗也按了按钮了吗？来到后室，我也算是开了眼了。我苦笑一声，揉了揉腿，起身站了起来。可眼前的医院走廊却变成了另一番景象，这似乎是一个地铁站吗？正当我一头雾水地愣在原地时，小白狗叫了一声，就向前跑去。随后，它停在了前面不远处，不停地向我叫着。这是要让我过去吗？我走了过去，竟然发现了一扇门。小白狗看我过来，马上走进了门中。这小狗是要带我去哪儿吗？后来，我一路跟着它走了很久，经过了很多地方。这些地方之间似乎都没有关联性，上一分钟还在一个昏暗泛黄的房间中，下一分钟就来到了一个空旷的工厂，甚至还有像教堂一样的地方。这 Level 11的内部空间真的是变化多端，诡异莫测。所以之前在图书馆中看到了急救中心，那也就没什么好稀奇的了。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跟随，这只小白狗最终停在了一个房间的门前，看来应该是到达目的地了。随后我打开房门走了进去，眼前的景象让我激动不已。这是一个不大的房间，但是里面的货架上却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物资。我马上走过去仔细查看，这里不光有各种食品，还有很多饮用水。我随便打开几瓶闻了闻，竟然全部都是杏仁水。二话不说，我拿起一瓶就开始痛饮起来。这酣畅淋漓的感觉实在是太爽了。喝完以后，我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开始哈哈大笑。又看了看身旁的小狗，这简直就是上天派来拯救我的天使。我抱起小狗，猛亲了几口，随后就开始清点物资。经过一番清点和分类，我把优先级比较高的物品装进了背包。因为我的背包空间有限，而这里的物资也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我不可能全部都带走。待一切准备就绪后，我打开了几个罐头，拿起了几个面包，便开始狼吞虎咽起来。当然，我也给了我的小救星丢了2个罐头，但是奇怪的是，他并没有吃，而是趴在地上一直看着我。此时此刻的我也顾不上小狗为什么不吃了，因为我嘴里的面包和罐头，对于断食不知多久的我，简直是人间最美味的东西。在经过一顿胡吃海喝以后，我心满意足地打着饱嗝，坐在了房间的角落，看着眼前满满的收获，我想起了一句话：开局一条狗，装备全靠捡。想到这儿，我笑了笑，伴随着放松的神经，猛烈的困意也突然袭来。可是我知道，我现在根本不能睡觉，
因为我不敢肯定这里到底安不安全。下一步我还是得从这里出去，到大街上去寻找一下有没有 MEG 的基地或者成员，打听打听有没有逃离后世的方法。当然在那之前必须先回到 Level 130一次，唐娜还在那里等着我。盘算中，小白突然警觉地看着门口，我还没来得及反应，我的房门就被一脚踢开。只见一个满副武装的人走了进来，他看到我后拿出对讲机大喊一声：“什么？”他说他发现了一个实体。我马上向他大喊：“我不是实体！”然而我发出的声音竟然是奇怪的吼叫声。我惊恐地看了看自己，我的双手竟然变成了……看着自己正常的双手和眼前的小白，原来刚刚只是一场梦，可是梦也太真实了。来到后世以后，神经一直紧绷着，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我也一直没有好好睡过一觉。可能是因为吃饱喝足，再加上过于疲惫，所以自己睡着了也浑然不知。我揉了揉眼睛，起身再次检查了一下背包，待一切没有问题以后，我便准备再次启程，去城市中搜寻一下有没有其他人的行踪。印象中有很多组织的基地都在这一层，找到他们一定会获得非常有用的情报。我站在房门前看着小白，问他能不能带我出去。小白似乎听明白了我的话，叫了一声就从房门跑了出去。我马上跟着小白走出了房间。路上我越来越好奇这个小白狗是怎么来到后世的。这只小狗极其的聪明，如果没有它，我现在可能还在忍饥挨饿中到处瞎转悠。如果有可能，我想带着它一起回到现实中。在跟着小白返回的过程中，我发现来时经过的地方又变了模样。如果没有小白的带领，我估计我大概率会迷失在这里。我不确定 Level 11的内部空间就是有这种随机变化的属性，还是我进入的这个建筑会随着时间而改变构造和格局。即便如此，我虽然走得晕头转向，但是小白似乎并没有迷路，一直在前面带着我穿梭于各个空间中。此时的我甚至有点怀疑，眼前的小狗到底是不是现实世界中的小狗，因为据我的观察，这只小白狗多多少少还是缺少了一些小动物的灵性。后来在经过一处走廊时，一扇黄色的门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旁边墙上挂着不成比例的大牌子，显而易见这是个厕所。想起从来到后世就没有上过厕所的我，肚子很配合地开始疼了起来。我示意小白等一等我，随后我就打开了门钻了进去。没想到这后世的厕所还挺干净，估计压根没人使用过。这木质的蹲便真的是别具一格。蹲进来以后，我习惯性的开始找手机，然后我就突然想到我压根就没带手机进来，这上厕所不看点什么实在是太难受了。最后实在没有办法，我从背包中掏出了一个罐头，无奈的开始看起上面的英文配料表来。解决完战斗以后，我揉了揉蹲得发麻的大腿，开始继续跟着小白狗往外走。大约走了5分钟，小白终于停在了一处向上的楼梯前。他冲我叫了2声，我顺势向上看了看，上面有阳光照射进来，这里应该就是出口了。我摸了摸小白的脑袋，开始向上走去。走了几步，回头发现小白并没有跟过来。我叫了叫他，他却没有反应，只是待在原地静静地看着我。我想下去抱他一起走，可他却马上转身跑掉了。看着小白消失的身影，我感到非常的失落。虽然在一起没有多久的时间，但是他的出现却多多少少给我估计的后世之旅带来了一丝慰藉。而现在不知什么原因，小白却离我而去，不再伴随我前行。好在这里应该是比较安全的，如果小白真的跟着我，以后去到了一些危险的层级，我可能自身都难保，更别提保护一只小狗了。想到这儿，我叹了口气，转身继续向上走去。看着蔚蓝的天空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，
我终于又回到了大街上，环顾四周，看着周围的建筑，我根本就辨别不出这里哪是东南西北，下一步该往哪个方向寻找人类的组织，我也没有一点头绪。Level 11应该是一个无限延伸的城市，我现在到底位于城市的哪个地方，我压根儿就不清楚。就算真的有人类组织的基地存在，离我到底有多远呢？离我有几万公里，甚至几十万公里，也不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想在这一层找到他们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接下来我也只能四处走一走，看一看，碰碰运气了。没准能找到他们的一些提示或者线索。最坏的打算，如果在我的物资耗尽之前还是没有能找到他们，那我也就只能想办法去其他的层级了。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长途跋涉以后，我突然发现前方出现一处空旷的地带，而地带的中心位置屹立着几个巨大的冷却塔。那是核电站或者火电站吗？看着升起的白烟，没准那里有人类的踪迹。我赶忙加快脚步往那里走去。可就在这时，我突然听见身后一阵轰鸣声，回头看去，天空中竟然出现了一架无人机。只见这架无人机快速地向我接近，在离我很近的地方悬停在了空中。随后，它开始播放了一段语音 ：Danger, danger, please leave here at once. Danger, danger, please leave here at once. 这突如其来的警告让我手足无措，这里有危险是什么意思？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无人机就已经迅速地离开了。来不及多想，我甩开双腿，开始跟着无人机狂奔起来。据我观察，这是一台普通的民用型无人机，它的操作范围最多1公里左右，所以操控它的人肯定就在这附近的不远处。只要我跟着无人机，就一定能找到这个人。1公里的距离，我还是能跟得上的。跟随中，这台无人机在一个路口处突然转弯了。由于路口处有一栋建筑，所以我的视线暂时被遮挡，并失去了无人机的行踪。我马上加速跑到这个建筑的转角处，然而就在这时，突然出现了一个黑影，我来不及躲闪，就和这个黑影撞在了一起。我摔倒在了地上，马上抬头看了一眼，在我面前竟然站着一个西装革履的外国人，他摸着自己的领带，微笑地看着我。我刚想对他说点什么，却惊讶地发现他的脸在一瞬间